这是我们一个延迟步的造型。所以我们的脚法也很简单，我们的脚法从旁收回来，推到前，膝盖弯曲，脚尖点地。所以这是我们延迟步造型脚的动作，脚的动作是最简单的 ，2 3 4，对吗？脚的动作是最简单的，但是你也会发现，我只跳脚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啊，好像没有什么效果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讲一些技术。第一个呢叫做身体转动的技术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如果只跳脚 ，2 3 4，有任何效果吗？2 3 4，我脚可动了啊，我脚可动了啊，但没有任何效果，因为我们只有单独的脚，效果是不大的，所以我们要加上身体。2 3，身体拉长啊，身体拉长。那这里呢，我们是一个身体转换的技术啊，身体转换的技术。我从弓步造型，右胸和右肋骨拉长啊，右胸和右肋骨拉长，然后改变到什么？改变到左胸和左肋骨向斜前，向斜前拉长，所以我突出了身体的空间啊，突出了身体的空间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一定要用到转换身体的技术，从右侧身体拉长，然后转换到左侧身体，胸腔和肋骨向斜前去，向斜前去扩张。所以我从右边的身体转换到了左边的身体，所以我加强了造型的效果啊，加强了造型的效果。还不够，还不够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头的动作啊，要有头的动作。那头呢，要和手去做对抗，所以我的手是往下，我的头是往上，有效果吗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舞蹈效果就是这么样来的。为什么别人会跳得好？因为别人做了身体，别人做了头。所以我是 2 3，有身体有头 4 1，哎，我产生了造型的舞蹈效果。所以清楚了吗？一个是身体从右前转换到左前，然后一个是头往上，手呢摸头往下，哎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造型要注意的几个点，都清楚了吧？一个是脚从旁往前延伸，然后一个是身体从右到左，然后一个是头往上，手往下。背面做一次 ，4 1 2 3 4 1。OK， 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完了之后的两个造型动作啊，两个造型动作，一个是向旁弓步，然后一个是向前做 delay 延伸。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离。好的，我们接着往下啊，我们接着往下。那我们先从头到这两个造型，我们连贯来一次吧。啊，先背面看我跳一次，然后正面也跳一次，然后我们就接着往下。2 3 4 1 2 3 4 1 2 3 4 1。OK， 然后正面看一次。2 3 4 1 2 3 4 1 2 3 4 1。OK， 造型结束，造型结束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画圈的动作。2 3 4 1。OK， 画圈的动作。好了，那说到画圈的动作呢，其实这个动作呢并不难啊，并不难，反而是比较简单的。但是，正如我之前有说过的一句话，同样的动作，有些人可以跳得很好看，有些人可以跳得很难看啊，很难看。所以我跳两种画圈的动作，动作我的脚步是一模一样的，但舞蹈效果是不同的。所以观察一下，第一种画圈 ，2 3 4 1，再看一次，我的脚也画圈了啊 ，2 3 4 1，啊，脚画圈了。第二种画圈 ，3 4 1，是同样的舞步，但舞蹈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吗？啊，一目了然，其实都不用问了。第二种好一点啊，第二种好一点。但老师要问的是，为什么第二种比第一种好？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再做一次两种的对比，大家注意观察，为什么第二种比第一种好一点？第一种 4 1 2 3 4 1，第二种同样的动作
forward， 同样的画圈，没有任何区别，都是画圈上重心，同样的动作，但舞蹈效果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为什么第二种比第一种好？有人说出来了，但很少。连接，连接是我想要的词啊，连接是我想要的词。所以直播间的朋友们把连接这两个字打在评论区，连接啊，连接。那你所看到的提胯也好，拉长也好，挤压也好，这其实都是连接。那这其实都是连接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使用到的技术是我的胯骨连接这一侧的肋骨。OK， 我这一侧肋骨连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另一侧的肋骨再连接，有发现吗？我连接了两侧的身体，左侧、右侧，所以我的身体会产生饱满的效果，会产生你们所认为有张力的效果。对，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，是我们连接啊，连接这个技术，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所以从背面看，我画圈连接了左侧的身体，然后再连接到右侧的身体，所以我连接了左肋骨、右肋骨，哎，所以我的身体会饱满啊，我的身体会饱满，所以这是我们连接的技术啊，连接的技术。那如何连接呢？我们要讲到细节了。首先，连接分为前、旁、后啊，身体的前、身体的旁、身体的后。那首先，我要通过脚去推地板，我的前胯会向上找前肋骨。刚刚谁说胯带脚的？啊，回去重学。哪有胯带脚的？啊，顶着个胯，然后脚是松的，哪有说胯带脚？没有胯带脚，都是脚带胯。都是脚带胯，没有说走路用胯走的吧？都是用脚走，跳舞也一样，没有用胯扭的，都是用脚走啊，都是用脚走。所以胯往上并不是胯往上，我没有结巴，我说的就是胯往上，不是胯自己往上，而是脚推地板往上，所以力量从下往上传导。所以我是脚推地板，通过脚往上推的力量，通过大腿往上进入到我的骨盆，然后我的骨盆向上找肋骨。对了，所以我是脚推地板，胯找肋骨，然后我用脚画圈，我的胯继续向上提，我的胯会连接侧面肋骨，然后继续用脚画圈，我往后画，我的胯会连接到后背部啊，后背部。所以这样我就通过画圈连接了我的前、旁、后，左侧的前、旁、后，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哎，对了，所以通过脚往上推地板，让我的前胯去连接正面肋骨，然后脚画圈，胯骨和肋骨保持，因为脚画圈我连接的位置会改变到侧面。保持胯骨和肋骨的连接，继续脚画圈，我的连接会连接到后背部，所以我通过画圈往上推的动作，连接了我左侧的前、旁、后，左侧的前、旁、后。接下来要连接右边了，连接右边的前、旁、后，接下来要连接右边的前、旁、后了。提问：如何连接右边的前、旁、后？啊？左侧知道了，脚画圈，脚推地板连接左侧的前、旁、后。那接下来我们连接右边的前、旁、后了。所以提问：我如何连接右边的前、旁、后？啊，朋友们，我如何连接右边的前、旁、后？哎，不错不错，这次的答案很欣慰啊！这次的答案很欣慰，再多说到了一个词叫摆荡，中摆，放重心。非常棒，非常好。对了，现在说对了，现在说的这个我很欣慰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了，所以呢，我右边的连接呢是通过摆荡胯骨连接正面的肋骨。对了，摆荡放重心，然后摆荡连接好正面的肋骨之后呢，我通过转动胯骨连接侧面的肋骨，然后再转到后背，胯骨连接后背部。对了。
所以我左侧通过脚推地板去画圈连接左侧，然后右边呢是通过骨盆的摆荡、转动连接侧面和再转到后背部的连接，所以这样我才能看起来做一个饱满的画圈出脚的动作。所以它不仅仅是脚的动作，还要用上脚推地板连接身体的技术。所以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正如我之前所说的，这个套路你可以跳得很好看，也可以跳得很不好看，取决于你使用到了什么技术啊。比如说有些初学者就心比天高，想要学套路就会跳成这样，还站不稳的。同样的套路给他跳，他跳不出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有技术啊，要有这个舞蹈的技术在里面，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动作变得漂亮啊。所以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学技术啊，动作都不难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画圈的动作。那我们从头到画圈的动作，我们连贯一次，然后我们最后再往下讲啊，预备，从头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，然后紧接着我们做库克拉恰加单腿转 2 3 4 1啊，库克拉恰加单腿转的动作。接下来要讲到旋转了。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叫做库克拉恰加单腿转啊，库克拉恰加单腿转。我单独做一次示范啊，老师单独做一次示范。好 ，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OK， 这是我们的库克拉恰加单腿转。那说实话，这是一个难倒很多人的动作，我没有说错吧？对，觉得是认同老师说的对的朋友打个对。这是不是一个难倒很多人的动作啊？很多人跳好长时间都跳不会，是不是？我没说错吧？这确实是大家的难题啊！那老师也想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大多数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叫做旋转站不稳，对吗？大多数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叫做旋转站不稳，转的东倒西歪啊，所以单腿转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。首先，我需要朋友们思考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单腿转是一条腿转还是两条腿转？所以朋友们思考一下，在评论区打字告诉我，单腿转是一条腿转还是两条腿转？哎，对了，一条腿转，都叫单腿转了，对吧？肯定是一条腿转，对吧？啊，回答的非常好。然后我们一条腿转是抬脚跟转还是落脚跟转？朋友们思考一下，在评论区打字告诉老师，一条腿转是抬脚跟转还是落脚跟转？哎，肯定要抬脚跟转，对吧？落脚跟转不动嘛，对不对？落脚跟转不动，肯定是抬脚跟去做旋转，你才能转得动啊，所以问题就出现了。有些人跟我说老师，我旋转站不稳。那我就想说了，你别说转圈你站不稳了，你不转的情况下，你能不能立住立稳？你连立住都东倒西歪，然后还要跟我说老师，我转圈转不稳。那你不想太多了吗？就像你学走路，先走路再跑步，你走路都走不稳，跟我说老师，我跑步跑不稳啊，我就是一样的心情。所以你连站都站不住，然后还跟我说我要转圈啊，想多了。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转之前要先练立，先立稳。
你才能转稳。你连立都立不稳，你还要跟我说我要转稳，啊，实在这个顺序不对啊，顺序不对。所以想学转，一定要先练立住，立住，然后立住有一个稳定的轴心啊，有一个，因为我把裤腿拉起来能看到我的脚，对，有一个稳定的轴心，你才能去做一个单腿转啊，去做一个单腿转，要不你转一半就倒了啊，转一半就倒了。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要求，转之前要先练立，然后保持一个稳定的轴心啊，保持一个稳定的轴心。怎么练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找一个墙，找一个桌子，找一个凳子，反正能扶的东西都可以。一个腿抬起来，一条腿支撑，立住，落下来，立住，落下来。什么时候你不扶东西，还能立住？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慢慢落下来。哎，可以了，你可以去做单腿转了。这样你已经立于了不倒之地。能明白老师这个意思吗？就哪怕你不转，就哪怕你转不了360，你转一半，你把自己立在了一个不会倒的地步啊，不会倒的地步。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吗？所以这是我们转之前要先练立啊，先练立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清楚的话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对，其实因为我是专业院校的，对我是科班出身了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老师在教我们旋转的时候呢，是一上来不教转的，不教转的。第一个学期就练了整一个学期立，就第一个学期全是这个动作，立住，立住啊，全是立住。然后等第一个学期立稳了之后，再说旋转。在教旋转的时候，其实老师都不用教了，就一转就转好了。所以立特别重要啊，特别重要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对，都清楚了是吧？好了，这是单腿转的第一个要求。第二个要求呢，叫做发力点啊，叫做发力点。在单腿转当中，我们其实并不是用脚去发力的，你没有听错。单腿转并不是用脚去推去转，你是转不了的，你是转不了的。所以单腿转的发力点其实不仅在于腿，在于身体啊，在于身体。我们有一个技术叫做身体引带，引带，对，身体引带啊，身体引带。所以我们通过上半身引带的惯性，去带动我们的垂直的轴心产生转动，对吧？身体引带的惯性带动我们这一个垂直的轴心产生转动。所以第二个知识点就叫做身体引带啊，身体引带。身体引带有很多关键词，有好多关键词。一个是身体引带，然后呢怎么做？身体要先走啊，身体要先走。但是你要转的时候分顺序，你不能着急用脚去转，身体留在后面，你是压根儿转不了的。所以我们不是脚转，而是身体先转，身体先转。通过身体先转的惯性，看1、2。脚是2，所以身体是1，腿是2。看1、1、1、2、1、2，对，身体是1，腿是2，所以这是我们身体先走的惯性啊。然后我们再讲一个关键点，叫做开门关门啊，开门关门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面前有2扇门啊，面前有2扇门，我们把其中一扇门推开，把另外一扇门带回来，所以我们开一扇门，关一扇门。开一扇门，关一扇门。那你会发现，我们开门、关门会产生什么？上半身先走。对，我上半身是不是已经先走了？对了，所以我从开门、关门产生了上半身先走，所以就产生了上半身引带的惯性。那有一个训练方法是这样练的啊，分3次去练习，前2次只做手和身体，最后1次再加转。所以我们是开门关门1次，身体先走啊，然后回来；开门关门2次，身体先走啊，回来。然后第3次，通过开门关门去旋转啊，通过开门关门去旋转。所以这是我们开门关门的练习方法。再看一次，第1次开门关门回来，第2次开门关门回来，第3次开门关门真的去旋转啊，真的去旋转。所以这是我们练习
开门关门的方法啊，练习开门关门的方法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 ？OK， 这样呢，我们就清楚了2个知识。第一个知识呢，叫做主力腿去支撑，保持轴心。然后第2个知识呢是身体引带我们这个主力腿轴心，去产生单腿转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单腿转最重要的2个逻辑啊，最重要的2个逻辑。如果你的单腿转的不好，你不用想别的原因，你就从这2个原因上去入手。第一，你有没有保持一个垂直稳定的主力腿轴心？第2个，你有没有用身体引带带到你的脚去转啊？带到你的脚去转。所以就是这2个问题。有些人要不轴心不稳啊，我没有学错吧？是吧？轴心不稳，转得到了。要不然身体没有先走，用脚走了，身体留在后面了，也转不了，也转不了。所以很多人都是这2个错误。这2个问题是你转圈的基本逻辑啊，基本逻辑。所以你只要转不好，你就从这2个方向入手，一个是轴心，然后一个是身体引带。所以我们单腿转的逻辑是这样的，叫做身体引带的惯性带动我们这一根垂直的轴心啊。所以其实我们的脚并不发力的，我们的脚只产生向上力的力量，我们脚并不转的。所以我们旋转的逻辑就是身体引带的惯性带动我们垂直的轴心。所以大家看我的脚其实并不发力的，我的脚只需要力。看啊，身体走，身体走，我的脚立住，清晰吗？我的脚只是向上立，所以我的脚并不是在这里拧转，不需要拧，只需要立住。所以身体引带的惯性带动我这一根立住的轴心，身体引带，身体引带，立住啊，立住我的脚，所以我的脚只往上立，看到了吗？只是立住啊，只是立住。所以这是我们单腿转的逻辑啊，单腿转的逻辑。然后有些朋友该说了，说老师，我如何截止啊？如何截止？那其实，在单腿转当中呢，我们是不截止的，我们是不截止的。看，去 3 4 1，去 3 4 1，去 3 4 1。你看我截止了吗？我没有截止，因为单腿转我们不需要截止。我们为什么会停下来？因为失去动力，我们会停下来。所以其实我们有些旋转，我们讲截止，比如说 spiral， 但我们讲截止，比如说1/2转，但我们讲截止，但是单腿转我们不讲截止，为什么？我们是失去动力自己停下来，你就发这么多力量，你发的力量就只够你转1圈。我转完1圈就会停下来，所以这个要你自己去掌握，啊，这个要你自己去掌握。所以我在单腿转当中确实就没有一个很强的啪截止啊，不会像1/2转，单腿转就截止了。所以单腿转不需要刻意去截止，我们单腿转的停下来是因为没有动力了，自己停下来啊，所以我们转的会很自然。单腿转不会像其他的旋转，然后啪啪啪转的很强，所以我们转的很流畅，去。3 4 1 2， 流畅吗？ 3 4 1 2 3 4 1 2 3 4 1。对，单腿转我们转的很流畅。1/2转我们讲的是强力转，去 3 4 2/2转我们讲的是强力转，单腿转我们转的是一个流畅的，因为不需要截止，我们是失去动力自己停下来。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？OK， 好了，对，都清楚单腿转的技术要求了吗？然后一个是力，然后一个是身体引带，身体引带，主力腿轴心去转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的单腿转。都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的东西。那我们说在套路当中用单腿转，所以我们是库克拉恰 3 4 1做单腿转。然后库克拉恰 3 4 1去做单腿转，所以背面可以看我来一次，然后想跟着我一起练的朋友，哎，可以站起来
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一下我们套路当中的单腿转，好吗？库克拉恰加单腿转。准备好的朋友站起来，跟着老师一起啊！准备好的朋友站起来，跟着老师一起。然后老师背面带着大家一起练啊，可以吗？跟我一起了吧？预备啊！左腿主力腿，右腿膝盖弯曲。4 1 2 3 4，右腿主力腿，右腿转。1，然后左腿出脚。2 3 4，左腿主力腿，左腿转。1，可以吧？然后右腿转。2 3 4 1，然后左腿。2 3 4 1，然后右腿。2 3 4 1，然后左腿。2 3 4 1，然后右腿。2 3 4 1，然后左腿。2 3 4 1，右腿。2 3 4 1，左腿。2 3 4 1。怎么样，朋友们能跟上吗？就是我们不加转的库克拉恰，不加转的库克拉恰。2 3 4是半重心，然后1就不加转的库克拉恰 4 是半重心，对不对？但是加转的库克拉恰 4 一定是全重心。2 3 4，完全站上去，再去做。那我们接着往下。那刚刚呢，我们是库克拉恰接单腿转。2 3 4 1啊，库克拉恰接单腿转。接下来我们讲库克拉恰接1/2转。2 3 4 1， 1/2转啊，1/2转。好了，那库克拉恰接1/2转有意思。他们俩呢有一个共通性，就是不管是一圈转还是半圈转，其实都有个共通性，就是一条腿转。一圈转我是一条腿转，半圈转也是一条腿转。其实它俩有个共通点，都叫做单腿转啊，单腿1/2或者是单腿一圈，这是它俩的共通点。但它们俩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啊，非常多。1/2转呢，我们叫做拧转，也就是我们要用到脚、腿、胯对地板施加压力，拧转。而单腿转呢，我们是要提起来转，不转胯，脚也不发转的力量，我只是拎起来转。所以你看我单腿转是拎起来转啊，拎起来转。然后1/2转呢，我是往下去拧转，有发现区别吗？有没有第一次听到一圈转和半圈转的本质上的区别？有第一次听到这个技术的吗？有的话在评论区打个有。所以你不能用一圈转的技术转半圈，你也不能用半圈转的技术转一圈，因为它俩压根逻辑都不对。一圈转我们是提起来、拎起来去做转，拎起来去做旋转。然后1/2转呢，我们是往地上去拧转，拧转，对吗？那我可能拧转一圈吗？转不了一圈。然后我能提起来转半圈吗？我发现我停不住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不能用一圈转的方式转半圈，也不能用半圈转的方式转一圈啊。所以我们这是半圈转是往地板上拧转，然后一圈转是提起来啊，提起来转。清楚了吧，朋友们？那既然1/2转是对地板拧转，所以我们要用到的发力点就要用到了脚掌、大腿和骨盆啊，脚掌、大腿和骨盆。那拧转怎么去理解？我们不是在地板上平转，很平的转，而是压着地板转，对吗？就像开罐头一样，你开罐头不光是要转它，还压着它转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的脚掌要压着地板，边压地板，脚掌、大腿、骨盆边向后去做转的动作，压住地板，在压地板的过程当中，脚掌、大腿、骨盆边向后去转。所以这是我们1/2转的第一个技术要求，叫做主力腿转动。
主力腿转动，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然后一拳转可没有主力腿转动啊，你不要说学了主力腿转动，然后在一拳转当中去转胯去了，你转不了一拳的。一拳转可没有主力腿转动，一拳转骨盆是平的，脚是平的，膝盖是平的，在保持平面的情况下提起来转，所以一拳转可没有主力腿转动啊，只有1/2转有主力腿转动，或者是1/8，正前方转到斜前有主力腿转动，然后再多就没有了，再多就不是主力腿能做的事情了，再多就要靠到这个旋转的惯性了，清楚了吗？啊，这是第一个知识点，叫主力腿转动，在1/2转当中。然后第二个要求呢，叫做身体引导啊，叫做身体引导。那我们在转半圈的时候呢，也不完全是靠脚去转的啊，也不完全是靠脚去转的。我们要借助到上半身的惯性啊，也要借助到上半身的惯性，但是不多啊，不多，没有说像一拳转那么多，我们只需要一点点。所以看我的肩膀，看我的身体，转一点点，主力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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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，这是我们身体引导的技术啊，身体引导的技术。那旋转呢？如果你只靠脚去转，几乎是很难转的，反正是很难完成的。大家可以尝试一下，比如说你把一条腿抬起来，然后一条腿支撑，好，肩膀不动，手放到这里，好，用脚去转一个半圈，还要转出速度和力量，好难转的，对不对？肩膀不转，身体不转，用脚，真的只用脚掌的力量去转一个半圈。好难转的，所以我们要用到身体引带，好转多了吧？身体引带，好转多了吧？对了，因为我们借助到了惯性，所以我们转圈其实是一个巧劲儿啊，是一个巧劲儿，它不是一个傻的肌肉力量，并不是一个傻的肌肉去使这个力量，所以它是一个巧劲儿。身体引带，主力腿转，身体引带。主力腿转，哎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技术，叫做身体引带啊，身体引带。好，一江这位朋友说总是不知道往哪边转，总是转反。好，我回答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是往外转，我们是往外转，不是往内转。那什么叫往外转呢？我站到这里，这边是我的身体外侧。然后这边是我的身体内侧，所以我要往外去旋转啊，往外去旋转。然后你往哪个方向转，是根据你的库克拉恰做决定的。你往哪边出库克拉恰，你就往哪边转。比如说，我往右做库克拉恰，去 3 4，OK， 我的右腿是主力腿，那我只能往右转啊，我只能往右转。然后我往左做库克拉恰，去 3 4，我的左腿是主力腿，那我只能往左转啊，我只能往左转。所以往左转、往右转，并不是转这个动作决定的，是决定点在于你转之前跳了什么啊？你转之前跳了什么？我转之前向左做库克拉恰，去 3 4，我的左腿是主力腿，那我只能往左转。我往右做库克拉恰，去 3 4，我的右腿是主力腿，那我只能往右转啊，这样你就不会转反了，对吗？所以其实你说你会转反，主要点在于你转之前你的动作不清晰，库克拉恰不清晰。如果你库克拉恰清晰了，你往哪边转都可以啊，往哪边转都可以。现在清楚了吧，朋友们？好了，我们接着往下啊，我们接着往下。那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技术叫做身体引带啊，身体引带。身体引带，我要往右转，我的右身体先往右引带，然后身体引带的惯性再配合上我的右脚主力腿转动啊，主力腿转动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技术，身体引带。然后第三个技术呢，叫做强力截止啊，强力截止。所以直播间的朋友们把强力截止这4个字打在评论区。对，把强力截止这4个字打在评论区啊，把强力截止这4个字打在评论区啊，这是我们第三个技术，叫做强力截止。
非常好。那强力截止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转到位要有一个带截止的效果。2 3 4 1，那要有一个截止的效果啊，截止的效果。那非常有意思。有些朋友呢，其实会跳旋转，其实会跳1/2转，但是会给我一个感觉，叫做似转非转。什么叫似转非转？就是好像转了，又好像没转。我做一次对比，大家看一下。很多朋友跳1/2转真的是这样的：2 3 4 1 2 3 4 1。我转了吗？你看，我从正面转到了背面，我转了吗？我转了。我从背面转到正面，我转了吗？转了。但有效果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转了，但没有看到转的效果。所以你再看另外一种，2 3 4 2 3 4 2 3 4 和似转非转差别大吗？我转了，我明明从正面转到背面了，似转非转。我转了，但又好像没转，对吗？所以差别大吗？觉得差别大的朋友打个大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是不是好多人都是似转非转？你说他有必要跳转吗？其实没有必要，也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，他也没有任何转的效果，对吧？所以强力截止非常重要。让别人知道你转了一个1/2，而且你转的有效果啊，转的有效果。所以你看我做强力截止，2 3 4 骨盆向后，身体向前，骨盆和身体前后对拉，2 3 4 骨盆向后，身体向前，骨盆和身体前后对拉，所以我产生了1/2转到位的效果啊，到位的效果。所以这是我们第3个要求，叫骨盆和身体的前后截止啊，前后截止。骨盆向后，身体向前，那比较有意思啊，比较有意思，就是说，我们刚刚其实有讲过一个知识点，叫做身体引带啊，身体引带。这个身体引带呢，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向后的，对吗？看我的身体向后。那有些朋友可能会很好奇，说老师，为什么你说身体向后，怎么还要向前呢？那到底是向后还是向前？是这样的，有顺序的，先向后，再向前，先向后，再向前。为什么？因为要截止啊，因为要截止啊。你能想象吗？我的身体一直向后会怎么样？我的身体一直向后。向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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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停得下来吗？我停不下来，所以我的身体肯定不能一直向后呀。所以我向后，我转到位了，我就要向前了呀，让我截止在1/2转的角度上，所以我要截止向前，所以这叫做截止。你先向后，你不能一直向后啊，所以你如何截止呢？向前嘛，对了，所以我就截止在了1/2的转度。所以这是我的身体要先向后，再向前和骨盆做对抗，先向后，再向前和骨盆做对抗。所以这是我的强力截止。清楚这个截止的意思了吗？骨盆向后，肩膀向前，骨盆和肩膀前后对拉，然后把我截止在1/2的转度上。OK， 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对，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好了，那1/2转。我们就讲了3个要求，一个是主力腿脚掌，主力腿大腿，主力腿骨盆对地板拧转，然后一个是身体先走，带我们的主力腿拧转，然后一个是身体先走完了，主力腿拧转完了，然后截止的时候骨盆向后，身体向前，骨盆和身体前后带对抗啊，前后对抗。所以这是我们的强力截止第3个知识点。所以1/2转3个要求：主力腿拧转、身体引带以及强力截止。都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清楚的话，在评论区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，让老师看到。对，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，让老师看到。好的，非常好，非常棒。
很多朋友都清楚了。然后我们再回到今天讲的套路当中，我们去使用库克拉卡加1/2转。那其实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2个旋转啊，一个是单腿转，一个是1/2转。我们先做单腿转，然后再做1/2转。2 3 4 1，单腿一圈转，对吗？然后我们紧接着做一个1/2转，同样是库克拉卡。2 3 4 1啊，1/2转。然后我们这里呢，其实是有4个库克拉卡，然后我们还有2个库克拉卡。2 3 4 1 2 3 4 1啊，还有2个库克拉卡。那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编排思路吧。啊，简单说一下，我们这期课程呢叫做中高阶段的课程啊，叫做中高阶段的课程，它不是一个基础课程。基础课程我会选择跳4次基本的库克拉卡。那如果是基础课程，我会选择跳4次基本的库克拉卡。比如说是这样 ，4 1， 1次库克拉卡，2次库克拉卡，3次库克拉卡，4次库克拉卡。基础环节，你刚学拉丁舞，你可以这样跳；你要学5年呢，你还这样跳，那就太平淡了。那这5年你这学的也不咋地，也没有什么进步啊。所以我们在4次库克拉卡的基础上加入提高的技术，比如说旋转就是提高的技术。所以我们1次库克拉卡 2 3， 加了一个单腿转，第2次库克拉卡。加了一个1/2转，然后第3次和第4次加手位 ，3 4 1 3 4 1，哎，这样做处理，我们4次库克拉卡会变得好看。大家觉得好看吗？觉得好看的朋友打2个字好看。对了，所以在基础环节，我们可以单一的做4次库克拉卡，但是在提高环节，我们就要去加入技术了。所以在4次库克拉卡当中，我们去加入旋转、单腿转、1/2转以及花式手背，所以我们连贯起来4次库克拉卡就变成了 2 3， 1次 2 3 2次 2 3 3次 2 3 4次，哎，就变成了花步了，懂意思了吧？然后刚刚呢，我们讲了单腿转以及1/2转，那接下来我们稍微说一下这个花步动作 ，2 3 4 1 3 4 1。OK， 我们的花式手位啊，花式手位。那这里呢，就不仅仅是正常的手位了，哎，我们有出手、抓手、出。抓手，那你不要小瞧这个动作，你做可不一定好看，你做大概率可能是这样：抓手、出手、抓手、出手、抓手、出手、抓手啊！我见过好多人这样跳舞的，所以我们要讲技术，要讲技术，不仅仅是视觉效果，出手、抓手，那我们要讲如何出手以及如何抓手。好。出手呢，是因为身体带手，所以有2种出手。出手，有差别吗？出手，看，出手出脚，出手出脚，有差别吗 ？4 1 3 4 1，对，其实我可以说是出身体啊，出身体。所以我向右出脚，我的右胸腔和右肋骨向右斜前扩张，啊，向右斜前扩张我的身体，然后通过身体带肩膀，肩膀带胳膊肘，胳膊肘带小臂，小臂带手指尖，所以我产生了身体带手的 2的效果。3 4 1，身体带手的效果，身体向斜前扩张，
带手的效果。所以这是我们如何去出手，我们非常注重引带关系啊，引带关系，身体、肩膀、大臂、小臂，最后才是手指尖。4 1，身体、肩膀、大臂、小臂，最后才是手指尖。清楚了吗？所以这是我们出手的动作啊，出手的动作。然后我们的手呢，还不只是出回。还不只是出回，我先问大家一个基本的问题啊，库克拉恰出完脚之后做什么啊？出完脚之后做什么？库克拉恰啊，库克拉恰的5步，去出完脚，出完脚之后做什么？朋友们思考一下，在评论区打字告诉我。对，也算是考验大家的基本功啊。去。库克拉恰出脚啊，出完脚之后做什么？有人说摆荡，有人说转动，对吧？其实回答的非常对。我们要做胯的动作，我们要做去出完脚之后的摆荡转动，对吧？去出完脚之后的摆荡转动，回答的非常好。对了，去出完脚之后我们做摆荡转动，回答的非常对，回答的非常对。但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。我们在摆荡和转胯的时候，回不回重心？帮我们思考一下，在评论区打字告诉我。你回答对，回答错都没有关系，老师要的是你思考问题的过程啊！老师要的是你思考问题的过程，所以你一定要去思考。你看，我们出完脚之后，我摆荡和转动要不要回重心？我要不要边转胯边回重心？边转胯边回重心，要回重心吗？不回重心。回答的非常好。对了，转胯不回重心。你看，好多人说要回重心的啊，回去把库克拉恰重学啊，重学。我跳2种库克拉恰，这个大家给我整无语了，就是我以为大家会的，结果没想到大家的基础那么差啊。我还要讲库克拉恰，我本来要讲手位的，因为手和腿是有关系的，所以你要脚要清楚，你的手才能清楚。所以看啊，我们是去出脚，去 in 摆荡和转胯的时候，看我摆荡转胯，我转胯不光不回重心，我还要通过转胯给我的脚掌施加压力，所以转胯我要留在这条腿上，对地板施加压力。我什么时候才回重心？推动的时候，3推动的时候才回重心。所以我们回重心是有另外一个动作的，叫做推动。我们推动才回重心，哪轮得到转胯回重心啊？你转胯回重心，那推动要干嘛呢？大家思考一下，我转胯回重心了，我要推动干嘛呢？那推动我还做不做呀？那是不是就少做了呀？是不是就偷步了呀？所以摆荡转胯，转胯不回重心，推动才回重心，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所以我们是屈。摆荡转胯，转胯给地板压力，不回重心，3推动才回重心，3推动才回重心，清楚了吗，朋友们 ？OK， 现在清楚手了吧？不是，清楚脚了吧？对，清楚脚我们才能说到手，这样我们就说到了。你看，我们退的时候出脚出手 ，in 的时候我们要转胯 ，in 的时候我们要转胯，转胯不回重心，所以我们不能回手，这就是很多朋友会做的错的地方。转胯的时候回重心了，所以回重心也会回手。我们这里是出去转胯的时候，骨盆留住，我的手也留住。3回重心，我的手才回来。所以有些朋友手做的不好，其实并不是手不好，而是脚不好，而是脚做的都不对。我们是很清楚的，出留回，不是出回，看到差别了吗？清楚差别的朋友打一个清楚。我们的手位和脚都是一样的，出留住回来，不是出回。清楚了吗？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。对了，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是相互做配合的，所以这就叫配合。你脚做什么，手做什么，对吧？没有说手带脚的，都是脚带手，所以脚要清楚。我们是出重心，
出脚，然后留胯留住重心，3再回来，所以我们是出留住回来，手也是一样，出留住回来，不是出回，清楚了吗？所以有3步，叫做出留回 ，4， 我离远一点，离远一点 ，4 1， 出留住回来 ，4 1， 出留住回来 ，4 1。现在都清楚了吧？我们手位的3个动作和脚的3个动作，出留回。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，对。对，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啊！现在都清楚了吧？啊，对了，非常好。所以有些朋友连步子都不会的，手位当然也做不清楚了。所以我们身体各个部位都要做清晰啊，都要做清晰。好了，我们就背面再来做一次库克拉下加手位啊，库克拉加手位。4 1， 出 and 3再回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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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， 所以是 2 and 3 4 1， 2 and 3 4 1， 2 and 3 4 1， 2 and 3 4 1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库克拉卡加花式手位，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清楚的话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，让老师看到。啊，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，让老师看到。非常好，非常棒，很多朋友都清楚了。那我们就背面完整的示范一次，我从开头的动作，然后讲到了这里的库克拉下的动作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那我背面完整跳一次吧。从头来，从头第一个动作来。2 3 4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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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3 4 1。OK， 那其实我只讲到了库克拉卡，然后呢，还有后面2个延伸的动作啊，延伸。